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是。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真是冤家路窄呀！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信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过江2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还疼不？早不疼。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还在里面留着一些呢。那留着呗，不下崽就行。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没事儿，谁身上还没有点？哎呦，哎，你们两口子跑这儿来了啊？溜达溜达。政委，哎，打的政委有啥指示？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哎，向军同志，你在这儿。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呀，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呀，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哎，你可以呀，啊！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我们志信带的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哎，还得再升级呀，你知道吗？我就在那儿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电报！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听着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志信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志信，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攻。来，感谢啊，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好，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啊，走，快走，不再聊会儿了，不待了。谢谢政委啊。火焰燃烧在心上，更夜的信念
是信仰在撞击前方。何惧头颅几道墙，朴素的情感向军旗敬礼。这一声真挚的呐喊，是正义在人间绽放。谁曾一往无前？鲜红的江汉军区军旗已经升起来了，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京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送？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那汽油呢？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谈恋爱。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哎，有啥秘诀没有？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16、4决打，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小星，全市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是，就剩这么多。报告。何雪桥长官急电。念。关于潘子光将军已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郑州后处理。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郑州后处理？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了，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小星，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
可我还是一师之长，要对全师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是，谢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借粮食？我们现在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祖望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部的粮食救救急。哎，我这儿有一份。哎呀，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2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想办法？对呀。那贵部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我跟你们的师长祖望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对呀。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老弟呀，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2顿，那是叫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是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新日军呐？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们一起去征收吧。不，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神仙也没别的招啊，早晚得自己征粮。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长官，还我粮食，长官！还我粮食！还我粮食！还我粮食！还我去！你还我粮食！走开！走开！来，还粮食！薛副官，咱不让你的兵收集粮食呀，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包圆了。该死呀！丧良心了，你们国民党，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得好死！小林同志，现在什么情况？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地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政委，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行，那就这么定了。郑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联系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是。郑哥，郑哥，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办件事儿？小星啊，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我对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
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没弄来粮食，齐师长处罚。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营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粮了。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先例。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哀兵必胜，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下得去这个狠手。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报告，师长，李知信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通知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是。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怎么就你们2个人在这儿？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粮，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2、3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2发就完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共军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哪儿了？说，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防止火炮生锈。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本钱。李知信就在3里之外，如果他发起冲锋的话，我们连1个回合都顶不住。师长，那怎么办？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知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兄弟们，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码头所向冲锋！杨总，哥，我这儿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他交给陈长官。陈长官，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望已经战死疆场。祖望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其陈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赐我妻儿自由之身，不暇祖望拜谢。传令，所有人放低枪口，不许打伤潘祖望。胡着呢。是。疯了。咱们跟他们打游击战，你带着主力部队在山谷两侧隐秘处设下埋伏，我主动出击佯攻，吸引李知信的注意。
带到山谷附近，来个请君入瓮。这个时候你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兄弟们，赶快撤！撤！给我追！师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知信。记住，我要活的。是。师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知信会上钩吗？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知信的背水一战。可是师长，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与败。是。潘师长，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就这么有自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我现在一声令下，你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望了。你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潘师长，目前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2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武汉立功。潘师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师长，您不能下去。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可是李知信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传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是。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你问。你我开战以来，贵部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章法？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选一条后路。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循。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想不通没关系，想不通可以慢慢想，3天5天都行。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拿下武汉后，让湘群照顾好他姐姐，还有宗佑。师长，这次李知信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身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那就挖野菜，接露水。薛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2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哪2个地方？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2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2个地方，而且
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呀。感谢郝书记做的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儿，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这个没问题，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感谢郝书记。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你们哪一部分的？有什么问题吗，李海？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难怪军心不稳。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保密，保密，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你确定这是长镇的办公室？对，长镇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她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南迁。是。司令，就转过夫人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若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转告更糊涂？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别动！放下！你们是什么人？解放军。怎么进来的？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了。常司令，幸会了。这位兄弟看着面善啊。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薛团长。同志们，把枪放下吧。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你，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儿，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常司令，咱们坐下来聊。好，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缴纳。
气，客气。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2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常司令率部起义，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常司令，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常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常司令，您是个聪明人，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兄弟们是属于共军、解放军哪个部分呢？我们属于李知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常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起义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请讲。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你确定要去啊？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望兵戎相见吧？你好，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什么事儿？这次潘祖望行为反常的原因。行为反常？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你是觉得潘祖望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就是一种感觉吧。来，把这个带上。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师长，姐夫，小军，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火焰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是信仰在撞击前方。何惧透露几道墙，朴素的情感也担当。这一声真挚的呐喊，是正义在人间绽放。谁曾遗忘母亲的脸庞？好儿女怎让善恶被闯？谁曾遗忘苦难的悲凉？抱着岁月中迸发着力量。谁曾遗忘停止的脊梁？热血的汉子功勋沙场。谁曾遗忘追逐的梦想？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谁曾遗忘停止的脊梁？热血的汉子功勋沙场。谁曾遗忘追逐的梦想？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